准备好了吗？嘿，这是保密研究项目，麻烦闲杂人等出去。必须。现在我们展开一起专业师德的聆讯。投诉人程志斌指被投诉人邝从新医生看到他病发也不施救，故意拖延他接受治疗的时间，最终导致他下半身瘫痪。邝医生，你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当时我去停车场开车，看到程志斌瘫倒在地上，我走了过去，发现他呼吸不顺畅，神志不清醒，接着休克。你怎么做的？帮他做了一些简单的急救，让他处于复苏体位，同时叫救护车。救护车大概多久到？大概10分钟。从你在停车场看到程志斌，到叫救护车隔了多长时间？没隔多久，马上叫。马上。但是根据投诉人女儿程念璇的说法，不是这样。她说你故意拖延，隔了很久才打999。她还说你告诉她情况是受控的，没问题，不需要叫救护车。而当时她没有带手机，她爸爸的手机又没电，所以她没法打电话。我没说过不用打999。程念璇好几次要你打999，你都没理。后来她找你借手机打电话，你也不接。直到程志斌先生的情况恶化得很严重，你才叫了救护车。不是这样的。你说你为程志斌先生做了简单的急救，同时叫了救护车，我有没记错？没有。那你是先做急救呢，还是叫救护车？当然是先急救。但你刚才说同时哦。可能我刚才用词不准确，总之我当时有尽力想救他。邝医生，你刚才说的话前后的确有些矛盾，所以赵医生才问得这么仔细。在干嘛？哇，不知不觉拿了很多东西来，要走的话，看来得叫辆客货车了。走什么？你说没事的。说说而已，不要这么敏感。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程志斌的确该死，但你绝对不会见死不救。神经外科那边有人传说程念璇指证你，他怎么会？我告诉你。喂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喂，磨豆器呢？要不要帮忙啊？帮忙吃就行了。黑厅聚餐也不叫我，幸好我聪明啊。不好意思，就2块豆豉鲮鱼。哇，都来了，欢送我呀！切，别乌鸦嘴啊！喂，你不是黑 team 的？老大吩咐我帮忙买喝的。有咖啡了，还买什么呀？没有冷饮嘛？喂，没盘子怎么吃啊？不是吧？叫外卖不准备盘子啊？行，赐给你们。撕好一点。尽量吧。保险广告。被你吓死了！快屏蔽啊！哇，完美！辉涛医疗器材公司涉嫌欺诈及行贿，利用虚假数据隐瞒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，提供给医院使用，当中涉及多种手术工具以及仪器。廉政公署派人查封该公司，并逮捕公司主席陈令祖。医统局也介入调查，成立紧急小组，调查之前是否有手术因为使用涉事产品而导致事故。发言人证实，至少牵涉10几起医疗事故，当中包括2起死亡个案。以为找到他们伪造数据的证据已经够劲爆，结果 Ken 拿了份协议书出来，那也比不上钟教授亲自揭发陈令祖劲爆啊。他早上跟医学院辞职了。喂，哎，干嘛？正好，快来报告你老大的现场直击。你干嘛学 Amos 那一套？别卖关子啦。好，我先买杯咖啡。哎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坐下，快点说，快点说。I see。早知道我也找他签字，
去亲眼见证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啊！喂，谢谢。飞宇进了 PICU。今晚吃西餐。好啊。一个说要开会，一个说要做手术。哇，老虎之年啊！没错没错。失算了吧，居然一起说谎想甩掉我们，现在谁都别想去关心了。没办法，交通事故。希望全都是轻伤啊。要不要帮忙啊？搞定了。咦，他们也在这里啊？哇，望远镜很专业。当然了。这么热闹，哎，有意见？哎，天鹅座出来了。看那个方向啊！看完了，不看了。喂，有时候不一定要用 APP 看，也可以分辨。你说撵到曾青那边，会不会也有人看着我们？那两颗特别近，光走400年就到了。400年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希望儿科中心建起来了。我很有信心，不用400年，4年就够了。